家里有监视打印机的朋友都知道，最近的印巴空战可以说是震惊全球。美国新闻周刊更是将其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空战之一，不仅再次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名号，同时也向全球展示了体系化作战的威力。现在回过头再看看俄乌那边，简直就跟俩原始人干架一样。不过就在大多数人以为印度会痛定思痛的时候，5月13日，印度斯坦时报发来报道，印度将组织一场为期10天的全国性纪念活动，来庆祝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胜利，把不少吃瓜群众看的是一愣一愣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平行宇宙呢。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全面复盘一下这次的印巴冲突，来看看印度到底整了多少大活，同时聊一聊号称能打5代机的阵风为何会被歼10碾压。一个视频带你梳理清楚印巴空战的全盘经过与影响，咱们马上发车。这次的印巴空战其实前后共持续了大概4天的时间，也就是5月7日凌晨开始到5月10日结束，其中巴基斯坦在大多数时间内都属于防守方，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发起反击。本轮冲突的导火索就是4月22日的枪击事件，印度在事件发生后就直接咬定了巴基斯坦，而巴方起初的态度还是三哥你冷静点，这事他真不是我干的，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你一定要相信我，千万别玩火啊。印度这边则是不听，王八念经，先是断水后又调兵，现在我都有阵风了，还不抓紧揍你的话，那我阵风不是特白买了吗？即使东大以及联合国都下场呼吁双方冷静，但三哥就是一副这把空我吃定了，三大神也留不住他的态度。于是双方在连续的14天口腔体操交流以及多次小规模交火后，5月7日凌晨，印度发起了一项代号为辛杜尔的军事打击行动，调集了72架战机，其中就包含14架阵风，分4个攻击编队，对巴基斯坦境内的9处地点发动突袭。整场行动是0点10分开始，然而印度战机刚升空，巴基斯坦空军方面就已经侦测到了，在0点12分的时候就已经按照计划开始做出反应，共计集结了42架战机。到了0点37分左右，双方战机全部就位，并在空中展开了对峙。印度方面显然是知道对方的存在的，但此时他们庞佛氏凯申附体。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着上次空战兵败，仿佛这次行动对于我们注定了凶多吉少。无论怎么讲，会战兵力是72对42，优势在我。0点40分，印度战机开始对既定目标发起打击。不过三哥吸取了2019年的教训，这次他们并未越过边境，应该是准备打完就跑，不跟你正面交锋。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巴基斯坦空军在5分钟后就已锁定了所有发射弹药的印度战机。随后巴军参谋长下令改变交战规则，从威慑对峙升级未击落敌机。0点50开始，巴基斯坦战机对印度机群发起了视距外打击，双方也开始进入空中混战模式。当然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就是三哥单方面挨揍。这场2战后规模最大的空战一直持续到了凌晨2点结束，而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巴基斯坦空军打出了5比0的惊人战绩。印度空军被击落的战机包括3架阵风、1架苏30 MKI 和1架米格29，印度空军的主力型号算是被打了个遍。这个结果就连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震惊。巴基斯坦方面自然是美滋滋的，一边宣扬自己的战绩，一边不停地感谢大哥，还声称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否则至少能击落10架印度战机。再看看印度这边，先是否认，然后声称击落了巴方1架枭龙战斗机，意思就是我大巴拉特天下无敌。然而他们民间那边很快就有各种阵风的坠机视频和图片流出，并且还有捡到霹雳15亿弹体残骸的，就连印媒自己都发文承认确实有印度战机被击毁的。结果印度官方那边却是不语，只是一味禁言封号和删帖，顺便还要投诉你豪哥。而令人绷不住的是，不仅是印度自己人拆台，就连戴英似乎也没放过三哥。5月7日空战后，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英国弹射座椅厂商马丁贝克网站的拯救飞行员人数再次上涨，也间接印证了至少有2架法式战机坠毁。不过这次跟以往不同的是，马丁贝克并没发海报宣传，也算是很给面子了。当然数字还是要更新的，毕竟人家还靠着这个吃饭呢。而除了印度外，最尴尬的当属法国人了。阵风可是号称欧洲最好的战斗机，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甚至常常被拿来跟 F-35一起做比较。而印度之所以引入阵风，最初的目标也并不是巴基斯坦，而是直指歼20的。例如印度将领就曾对外宣称，他们出动4架阵风，人民空军就需要出动20架歼20来应对。
当时法国为了把阵风卖给三哥，也宣称阵风能够对抗5代机，甚至评价说我们的6代机只是纸面概念。这言论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信了，三哥肯定是信了的。只不过这一场空战过后，这脸打的是啪啪的响。更让人绷不住的是，战绩如此彪悍的歼十 C， 在国内别说做小甜甜了，连牛夫人都排不上号。遥想那年航展，小时是塑料袋蒙头，被塞到角落如喽啰，但也没办法，谁叫隔壁还有歼16、歼20、歼35、歼36、歼50呢？我主要是怕他们误会，你们懂我的吧？反观法国人这边，估计他们愁的头发都是大把大把的掉。阵风这个战绩出来之后，还不仅仅是砸了法国人招牌的问题。当时36架阵风引入合同价格大概是88亿美元，虽然价格确实很贵，但据传印度仅支付了约30%的款项，剩下的尾款还一直拖着。现在好了，三哥又有理由可以赖账了，所以这场空战打的哪是三哥的屁股，打的分明就是你小马哥的脸啊！而在印巴首轮交锋之后，网上便流传着一则法国打索禁止印度空军使用阵风的消息。首先要明确的是，这张图肯定是假的了。法国打索作为乙方，最多给点建议，不可能要求印度空军限制阵风参战的。其次是这种行为极其的败坏口碑，即使是霸道如美国，在被传出能够远程锁机后，也是极力澄清说 F-35没有电子紧急开关，美国并不能远程操控战斗机。用姜文老师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这种他喵的事怎么能公开呢？说回印巴空战，在5月7日凌晨的首轮交锋之后，印度便开始伺机找回场子。当天晚些时候，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将在拉贾斯坦邦靠近国际边界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空战演习，出动阵风、幻影2000、苏30 MKI 等战斗机。5月8日，巴基斯坦第2大城市拉合尔响起爆炸声，印巴之间的无人机大战开始。巴军动用了歼十 C 和枭龙等多型战机进行空中反击，地面则通过激光防空系统等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进行反击。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当天他们共计击落了印度29架无人机，9日则又击落了48架，共计77架。这期间也有一些假消息传出，例如东大紧急调运新空导弹的谣言，这个目前已经被人民空军辟谣了，大家也要注意辨别这类假消息。面对三哥无休无止的袭扰，巴基斯坦方面最终忍无可忍，决定发起反击。5月10日，巴军展开了铜墙铁壁行动，对印方军事基地及设施实施大规模越境打击，同时通过网络攻击瘫痪了印度全国约70%的电网。据巴方事后透露，本次行动中，他们再次击落一架阵风战斗机，同时还击毁了一套 S-400防空系统。不过，印度随后全部予以否认。目前，对于坠毁的战机和 S-400被摧毁，这点还有待验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就在巴基斯坦发起强力反击的当天，双方高级将领就迅速通电，并紧急达成了停火协议，也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对付三哥的这样的对手，忍让和退步是没用的，唯有重拳出击打疼他，他才能听得懂人话，也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之后还是发生了小规模交火，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主要还是三哥太鸡贼了，他们在双方停火协议即将生效前的几分钟，直接往小巴境内刷了几枚大火箭，巴军也是大意了没有闪，让三哥给偷袭成功了。结果巴军那边是越想越气，我管你这那的，随即就反手打回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印巴协商停火后，董王就开始跳出来疯狂刷存在感，宣称这应该归功于美国，是美国用贸易条件促成了印巴之间的停火等等。结果印度方面直接明确表示，美方的说法不属实，此次停火是印巴双方通过直接沟通达成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也告诉彭博社，在印巴达成停火前的一系列会谈中，印度从未与美国讨论过贸易问题。至于巴基斯坦那边，则一直忙着庆祝和感谢他的好大哥呢，这搞得董王可以说是相当尴尬了。目前印巴双方虽仍在打嘴仗，但局势明显是已经缓和下来了。5月11日，巴基斯坦的民众开始走上街头庆祝这场胜利。不过令人绷不住的是，根据观察者网报道，当天巴基斯坦空军副元帅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阵风并不是一架糟糕的飞机，但前提是得运用得当，又嘲讽了一波印度，同时也算是给足法国人面子了。这论起来的话，小马哥是不是还得跟人家说谢谢啊？可以说是深得汤师爷的精髓了。而更令人绷不住的还得是三哥这边。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将组织一场为期10天的全国性纪念活动，来庆祝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胜利。是的，你没有听错，是庆祝胜利。同时，莫迪还发表了公开讲话，称巴基斯坦的无人机和导弹在印度面前如同稻草一般倒下，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只能说，搞节目效果这块还得是你三哥啊！在我大巴拉特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只有中赢、大赢和特大赢。别这样，别这样我。那么
号称能够对抗5代机的阵风战斗机究竟是输在哪里呢？从纸面数据上来看，阵风相比歼十 CE 其实还是略有领先的，而巴基斯坦方面也承认阵风战斗机其实并不差，这两者怎么看也是有一战之力的。但这次的空战为何输得如此一败涂地呢？最关键的肯定就是体系化作战的影响了。但其实无论是体系化还是战机实力上，印度阵风都不是歼十 CE 的对手。先来说说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体系化影响。巴基斯坦近年来以 ZDK-03 预警机为核心，通过数据链与歼十 CE、枭龙战斗机、红旗9B 防空导弹以及地面雷达等，构建起了一套高效的协同作战体系。而反观印度方面，虽然他们也有预警机，但突出的就是一个万国牌以色列的预警机技术，搭配上俄罗斯和法国的战斗机，通信标准上就互不兼容，发现敌情还得通过语音电台下达指令，导致预警机指挥基本上只能靠吼，时间上就有延迟。小规模空战还能应付一下，像大规模空战或突发情况，那可就顾头不顾腚了。当然，吼再大声其实可能都没用了。根据巴军后来放出的阵风战机语音通话来看，印度飞行员直到目视有机爆炸才知道巴军已经发起了攻击。你们想想，你带着僚机上了天，开着阵风还唱着歌，突然就被导弹给打了，结果雷达还啥反应没有。所以这是不是越想越恐怖，堪称是低配版的水滴摧毁人类舰队了。在电子战方面，印军大概率是被全面压制了，他们沟通的内容人家巴军听得一清二楚，你说这还怎么打？但即使是刨除掉体系化带来的增益，印度的阵风仍然打不过歼十 CE， 主要有4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雷达方面，阵风的 RB2A 有原相控阵雷达，仅有838个 T2 模块，而歼十 CE 是1200个，更多的 T2 模块也就意味着雷达的探测距离和抗干扰性越强，因此歼十的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240公里，而阵风仅有160公里，甚至都不如枭龙战斗机。第二方面就是导弹上的差距，霹雳15E空导弹采用双脉冲发动机，有效射程是145公里，而印度装备的米卡空导弹最大射程才80公里。第三方面就是战机定位上的差距，歼十 CE 的定位是一款空优战机，而阵风的定位是多用途战机，就像是一个铁人3项冠军跑去跟博尔特比200米谁跑得快一样。所以即使是近距离格斗，歼十 CE 也能够凭借其优异的机动性碾压阵风。第四方面就是飞行员的素质差距，就连印度自己都承认，巴军飞行员的训练标准要更严苛，年均训练时长比印度飞行员多30到40个小时以上，特别是巴军的精英飞行员更是普遍拥有着500至1800小时的飞行时长。同时巴军还经常参加各种演习，进行各种模拟对抗，熟练度上直接拉满。所以别看歼十 CE 体格小，但人家就是可以先一步发现阵风，然后一枚霹雳15E刷过去，阵风就只能赶紧跑路，而且跑得慢了都不行。但说回来，人家小巴是傻吗？放着美式居合不要，跟你玩日式居合的套路。要知道我们高端玩家现在玩的都是超视距体系化，你玩中世纪骑兵冲锋，怪不得你被击落呢。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以上就是对印巴空战的全面复盘以及影响解析了。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或想要看的主题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